欢迎大家来到东方一文频道，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每当夜幕笼罩住整座城市，医院的静谧就显得格外阴冷。常年来，医院和病房一直都是灵异事件的高发地。今天我们就将进入这个神秘的领域，听听一位资深主任医师的现身说法。作为一家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，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。在这期间，我见证了无数的生与死，感受了人性的善与恶，也遇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我不会对这些事情动容，我只专注于我的工作，不去理会与我无关的事情。我相信只要良心无愧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也许有人会认为医生是一个冷漠的职业，但其实不是这样，只是我们看得多了，见得多了，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感。其实很多医生的内心还是很柔软的。当然，即使再冷漠，也难免听到科室里一些实习生或者小护士传播一些灵异故事。这些故事在医院里很常见。我以为在医院里没有什么再能让我感到意外的了，但是有一天，一个病人的命运让我动容。他是一个拾荒的老人，被社区里的热心人发现昏迷在路边，送到了我们医院。老人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，也没有亲友来认领，只有一辆装满废品的3轮车。经过检查，发现老人身体虚弱，罹患多种慢性病，需要长期治疗。但是他的医疗费问题却让院办陷入困境，拒绝收治又违背了医者仁心，但是收治下来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费用。院办开了几次会议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，只能暂时让老人住在一个角落里，给予最低限度的保守治疗。然而，老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此好转。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后，他还是因为病情恶化而离开了人世。这件事虽然不是我们科室负责的，但是因为院办多次开会讨论，让大家提供意见，所以我也略知一二。有一个夜班的晚上，老公忘记带钥匙了，打电话让我下来拿钥匙给他。我只好走到院门口去接他，因为我们院的安保措施很严格，我不想让他跟保安解释半天。那时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，医院里一片宁静，病房里的病人都已经入睡了。我回去的时候，经过1楼的大堂，那里跟白天完全不同，空无一人，寂静无声，只有几盏应急灯在昏暗地发出光，勉强能让人看清周围的东西。在大堂的一角，是我们院的收费处，我模糊地看到那里有一个人影，坐在收费窗口前面的椅子上。我虽然觉得不寻常，但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这与我无关。隔了几天的一个夜班，我听到几个护士窃窃私语。我本来对这些闲言碎语不屑一顾，但是突然听到了一句大堂的人影，而且他们都流露出惊恐的神色。我想起了那天晚上的那一幕，就走过去听听他们在谈什么。原来最近屡次有人半夜在大堂瞥见一个老人的身影，有人说看到他坐在椅子上，有人说看到他站在收费窗口前发愣。因为气氛比较阴冷，大家都没有人敢去问他。后来有好奇心重的小护士跑去查监控，监控上居然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传言持续了有半年多，医院加强了安保巡逻的次数，依然有医护在大堂遇到这个身影，搞得很多夜班医护人心惶惶。一次团建时，隔壁科室的护士偶然提起，那个午夜大堂的身影很像当时去世的那个拾荒老人，他去世后医药费一直没结。我到这时才想起还有这么个人，也才刚刚知道他不幸去世了。年底，院办例行审计费用，把拾荒老人的这笔费用予以了特批免除，费用结清了，账消了。从那时起，老人再也没出现过。也许他觉得欠着医院的钱让他无法安然离去吧，也许他用自己的方式维持住最低限度的尊严，也许他想用自己的灵魂守护住最后的诚信。想到这些，我经常在深夜默默检讨，我们是否对人间里的每一个生命给予了足够的尊重。
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急诊科的传闻，因为我是住院大夫，很少去那里，所以这事只能听同事传说。有一天半夜，救护车送来了一个遭遇车祸的女人，手机已经撞碎，身上没有任何证件，无法核实身份。刚到急诊时，她就已经几乎没有了生命迹象。急诊医生拼命地抢救了半个小时，也没有任何希望，只好宣布她死亡。从那天起，就有医护发现，午夜的急诊楼经常有一个女人来回走动，或者用另一个词，飘来飘去。这个传闻很快就传遍了医院，很多医护都不敢在半夜去急诊楼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护士刚好在午夜下班，她走到急诊楼的电梯口，准备回家。她按了电梯，等待着。突然，她听到身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说：“你能帮帮我吗？”护士转过头，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人站在阴暗的墙角，隐约看到脸上和身上都是血迹。她吓得发出尖叫，赶紧跑到电梯里。隔了几天和当时抢救的医生核实后，她才发现那个女人极有可能就是那天车祸送来的那个女人。她吓得浑身发抖，在家休息了很久才来上班。最终，半个多月后，警局查清了这个女人的身份，家属前来认尸，并安排了丧事。从此，这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她为什么会在急诊楼那么久呢？我想，她也许只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吧。上面两个传闻还都是最终有了一个结局，让人不那么揪心。我职业生涯中听到的最让我痛心的事情是一个小儿科同事告诉我的。他说，成年人对死亡有理解能力，而孩子就没有，尤其是很小的孩子，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可是收治过一个很小的白血病患者，在医院的治疗旷日持久，这孩子就像常年住在了医院一样，跟护士大夫都很熟，只有5、6岁，但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他每天都期待着能够康复出院，回到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玩。可是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，化疗也没有效果。医生建议他做一体造血干细胞移植，但是他没有合适的捐赠者，他的父母也没有办法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，一天天失去生命的光彩。最后，他在一次严重的感染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走的时候还对父母微笑着说：“别难过，我会变成天上最亮的星星守护你们。”这个故事让我感到非常难过，但是这还不是最后。从他去世后，医院就经常听到晚上有小朋友在走廊玩耍的声音，有时是笑声，有时是哭声，有时是唱歌的声音。医护人员去查看时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有些住院的小病人也说和一个不认识的小哥哥一起玩过，但是医护人员并找不到那个小哥哥。从一些小病人的口中得知，那个小哥哥住在杂物间，或者偶然住在病床下面。他穿着白色的睡衣，头发很短，脸上没有表情。他说他很孤单，想要找朋友玩。他也说他很害怕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他只记得他生病了，然后就来到了这里。他问小病人能不能帮他找到爸爸妈妈，或者帮他回家。小病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只能陪他玩耍片刻。有时候他会突然消失不见，让小病人很担心。有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别的地方，让小病人很惊讶。我的儿科同事告诉我，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，他只是想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。每次想到这个故事，我都会落泪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医院里徘徊，是否还在寻找着出路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人，或者有人能够帮助他解脱。我也希望有一天，所有的小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，不要再受到白血病或其他疾病的折磨。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真、最美好的存在，他们值得被爱护和保护。这些故事都是我在医院里听到看到的，我始终并不认为这些是灵异故事、鬼故事，
我觉得这些都是关于生命和情感的故事。有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坚持住自己的良心和诚信，不愿意欠下任何人的债务。有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想住自己的亲人和朋友，不愿意让他们难过和担心。有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保持住自己的纯真和美好，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希望。他们让我明白，无论生命有多短暂，无论情感有多复杂，我们都要用心去生活，用爱去对待，因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，这就是情感的力量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